来，朋友们，咱们今天来看一看全球前3大主权基金。上期咱们聊了全球10大主权基金里边的6个，里头5个都是中东的基金，是吧？这土豪的称号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今天咱们就来揭晓这个更重磅的部分，就是前3名，当然还有个第7名啊。我可以先告诉你哈，这里头没有美国，美国我们会放在今天的结尾单独再讨论一下。好，咱们现在来看看全球第7大主权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管理资产约8010亿美元。这个应该也非常好猜，对吧？你看香港跟新加坡那是哥俩好啊，经济模式也非常像。那有香港怎么能没有新加坡呢？你别看新加坡这个 GIC 虽然只能排到第7，但它其实还有另外2只基金，这3只加起来也能跻身万亿美元俱乐部了。所以今天咱把这3只基金放在一块聊一聊。一个是淡马锡控股，资产规模大概是2880亿美元，在全球大概能排到第12、13名这样子。另一个呢叫新加坡金管局基金，规模大概是6200亿美元，它要是放在榜单里呢，其实也能排在前10。不过一般呢，大家不把它当成一个主权财富基金。你说新加坡政府它哪来这么多钱呢？其实它的逻辑跟香港非常像。你看它作为亚洲的明星港口、金融中心，持续保持经常账户和金融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就是又赚钱，别人还源源不断的来投资你。只不过我跟你说，新加坡它比香港还猛，还赚钱。香港呢，主要就是通过服务赚钱，在贸易上它还是逆差。而新加坡呢，它还有实业，还有加工业，所以它连贸易上也是顺差，也赚钱，而且还赚得非常多。你看香港，它的经常账户顺差大概是 GDP 的5%到10%，这就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新加坡最近几年就没下过15%，08年之前更夸张，一度接近30%，可以说是在全球贸易市场疯狂的赚钱，所以很自然的就积累下来了大量的财富，变成了新加坡央行的外汇储备。香港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些几乎所有的外汇储备放在一起，成立一个外汇基金，然后这个基金内部分成不同的投资组合。而新加坡它不一样，它是选择一部分就留在央行，就是金管局基金，然后取出来一大块，单独又成立了2个基金，就是 GIC 和淡马锡。这个央行也就是 MAS 的基金，它是外汇储备嘛，所以它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调节新币汇率的稳定。你就比如说22年美国加息加特别猛那阵儿，全球的资本都在回流美国，美元当时涨得也特别猛，但是新币相对来说其实没有贬值那么多，你说为什么？这都是有代价的。你看那时候新加坡这个 MAS 的基金花了1/3的储备去维护自己汇率的稳定，花美元托起这个新币，它就有点像一个球队里头的防守型队员。这么重要的事儿，它的投资也是非常的保守，基本上90%都是债券。这个 GIC 呢，从体量上来看它就属于这个主力部队了，就像一个球队里头的中场核心。所以它的投资风格怎么说呢？就是标准专业。它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讲究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主打一个分散。我不去追求什么 alpha， 追求超额收益，它就真的像教科书里教的一样，我给你摊开了投。咱来学习一下。它债券、股票、房地产加私募这3个各1/3，具体的分配大概是这样。地理上呢也是分摊到全球，可能亚洲这边稍微摊的多一点，还有不同的一些组合策略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是对投资感兴趣，尤其咱们频道的观众可能藏龙卧虎的，你要是手里有几个亿不知道怎么投，那我建议你可以去看看这个 GIC 发布的投资报告，我觉得他讲的还挺专业的。当然不是说你就要照他学着他投，但至少他提供了一个范本，一个基础。而且我觉得人家这个报告至少非常的诚恳，就实打实的给你信息，给你数据，不像中东那些报告。GIC 近20年真实的投资回报率，就是剔除了通货膨胀率以后的投资回报率是3.9%。这个回报率呢，在这些主权基金的投资回报率里头是稍微偏低一点。我估计跟它美股配置的不像中东那些基金那么多有关系。最后一个淡马锡控股，它的投资风格呢就更狂野一点，就像一个球队里的影子前锋，快进快出，非常飘逸，一点债券不投，全部都是股权类的投资，而且这里头有超过1半都是风险更高的私募，甚至是一些初创企业。这种飘逸的投资风格，可能也是为什么说它体量没那么大，但是曝光率更高。我估计大家平时在新闻里听到淡马锡这个名字，可能就比另2个都多一点，对吧？淡马锡具体投了什么呢？你看木木这里头有一个机构追踪，淡马锡的持股列表增减持变动都一目了然，包括巴菲特、贝莱德等等的持仓都能第一时间看到，随时追踪全球最有钱的机构都在买谁卖谁。木木可以说是最懂华人的投资平台，支持中英粤3语，一个账户就能投资美股、港股、新股、加股、澳股、马股、日股、A 股通、基金、债券、期权、期货、外汇、数字货币等等，还能跟踪时下热门的投资主题，什么 DeepSeek 概念呀、投资网红佩洛西持仓等等，还可以筛选市值、成交量，更有免费的分析师评级目标价来辅助投资决策。你不用懂 K 线等等的技术分析，也能看懂走势，专业的投资信息第一时间帮你免费简化，主打投资平权。
现在国际局势不是不稳定吗？但是木木稳定的给小林粉丝准备了专属福利 ，AI 热门大礼包一次全拿下，入金$5000还送一股 AI 王者英伟达，同时它的现金收益计划还是有不错的利息收益的。各地的奖励还是以链接为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置顶评论了解更多。所以你看，就是 MAS、GIC、淡马锡、后卫、中场、前锋相互配合，构成了这个新加坡的金融足球队。然后这3个基金赚来的这些收益呢，有一半是要拿给新加坡政府的。这些基金的利息收入就已经占到了政府收入的1/5，也是政府收入里最大的部分，已经超过了像公司税啊、个税这些。剩下的一半收益就留在基金里头，继续去滚雪球，一半给政府，一半滚雪球。这个机制也是新加坡非常独特的一个叫做 NIR 的机制。好，下面要揭晓全球前3大主权基金了哈。第3名，中国华安投资有限公司，管理资产是1.09万亿美元。哎，这是咱们榜单上第1个上万亿美元基金了。这个华安投资是中国外管局的一个子公司，外管局嘛，顾名思义就是中国央行底下负责管理外汇储备的一个机构。说实话，这个华安，我看所有外汇主权基金的榜单里头都有它，但是它公开的信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少，整体非常非常神秘。你看啊，它是在外管局事业单位底下，中央外汇业务中心里有一部分叫做驻外机构，底下有这么5家公司：华新、华安、华欧、华美，有时候也叫4朵金花，还有一个法兰克福交易室。这几家公司呢，都是外管局的驻外机构，他们就每个人拿一部分外汇储备，负责投向世界各地。投资的方向各自有一些侧重，你从名字也能看出来。比如说华美主要就投美国，华欧主要就投欧洲，华新是注册在新加坡，主要侧重在亚洲。这个华安是97年成立于香港，据传是投向全球的。外管局底下除了这4朵金花，还有很多机构，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听说过，名字还挺飘逸的，什么梧桐树、银杏树、曼陀罗，包括为了一带一路成立的丝路基金，这些都可以说是外管局这条线下来的机构，他们之间可能会互相隶属、互相持有，统称就叫外管局系。这个外管局系的资金来源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呢大概有3.2万亿美元，另外还有2000吨的黄金，还有一些特别提款权，是第2名日本的接近3倍，是全球总外汇储备超过1/4。其实如果把这些钱全都汇聚在一起成立一个基金的话，它毫无疑问是全球最大的。但是外管局显然没这么干，大概有55%是美元资产，虽然也挺多的，是吧？超过了一半。但最近外管局其实是在有意减少对美元的投资，尤其是对美国国债的投资。你看15年之前，外管局一度持有超过了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现在已经降到大概7500亿了。这就不像日本，你别看日本总共的外汇储备也就1.25万亿美元，但这里头有超过1万亿都压在美国国债上，它也是美国政府全球最大的债主。你说这日本央行倒也省事儿是吧？基本上所有的储备就去买美国国债就完了。哇哦！好，咱们继续来看下一个哈，全球第2大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 CIC， 管理总资产大概是1.33万亿美元。你看，连续俩都是中国的主权基金，他们俩呢，其实也很好的代表了中国主权基金的2大派系，就是外管局系和中投系。刚才咱们说这个外管局系能聊的非常少哈，因为资料也不多，非常神秘。这个中投的信息还是有一些的，所以咱来看看它。首先，这个中投的资金来源啊，是07年的时候，财政部发行了1.55万亿的特别国债，然后向央行购买了等值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立了这么一个基金公司。之后，政府还增资了490亿美元，有点绕是吧？所以它理论上是直接拿央行的外汇储备，但实际上是通过财政部它发债成立的，算是财政部的亲儿子。它这1万多亿的资产呢，是不算在之前我们说那3.57万亿中国的外汇储备里头。刚才我们说那个华安，或者说整个外管局系，它是在央行底下的，而中投呢，它则是属于财政部管理的，它属于一个央企。而且我跟你说，这个中投它不是一般的央企，人家可是一个正部级别的央企。你要知道，中国大概一共有100个央企，而这里头正部级的就3个：中国铁路、中信集团，还有一个就是中投。所以你可见它的地位是吧？中投当时07年成立的目的，就是能有一部分资金可以更独立的、更商业化的去做投资管理。它呢有3个子公司：中投海外、中投资本，还有中央汇金。前2个呢是主要投资海外的，而这第3个中央汇金主要就是针对国内的，也是这里头最大、最厉害的一部分。来，咱先来说说这个汇金哈。大家在大陆 A 股投资哈，可能经常会听说一个概念，叫做国家队。国家队入场啦，国家队出手啦，国家队怎么样了？这个国家队它指的是谁呢？顾名思义啊，它泛指的呢是一些有国家背景的资金主体，比如说有外管局和它底下那些名字奇奇怪怪的子公司，比如说有一些社保基金，比如说证金公司。当然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国家队里头的精锐部队，就是这个中投下面的中央汇金。
基本上比较大的一些国有的金融公司都是汇金持股。我随便举几个例子给你听听。中国银行最大的股东中央汇金持股64%，建设银行中央汇金持股57%，中金中央汇金持股40%，还有什么国开行、农行、工行、光大银行、新华人寿等等，中央汇金都是大股东。根据它2024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它的总资产是7.76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超过1万亿美元。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中投它绝大部分的资产都在中央汇金这儿。而且历史上，你看 A 股的几次股灾，这个中央汇金都是以国家队的身份入场救市。所以这下你明白为什么它重要了吧？为什么中投它是正部级的？它不光是因为资金量大，它有钱，而且主要它持股的都是国家的金融命脉，是每个人的钱袋子。而且就在最近，围绕着这个中央汇金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儿。2月14号，正金公司不是汇金是正金，它发布了一个股东变更的公告，说要把它所有持股的2/3都划转给中央汇金。也是在同一天，3大资管公司信达、东方、长城，就是大家平时说的 AMC 公司，也分别把自己持有股份的超过1半划转给了中央汇金。什么叫划转呢？说白了就是白送，没有买卖，也没有置换，就是纯纯粹粹的送。这样一来呢，这个中央汇金的持股名单一下又多了上百家上市公司的名字。这里头很多主要扩充的是券商的股份，这可以说是国家队一次巨大的人事变动，结构巨震。原来那些资管公司证金都是财政部直接控股，现在统一划到汇金底下了。这个汇金除了银行以外，又成了很多券商的大股东。然后汇金在中投底下由财政部统一管理，这个汇金就变成了国家队中的国家队。注意咱们刚才最开始说中投那1.3万亿的体量还没算这次股权转移，这次划转就是白送呢，保守估计中投的体量大概又会增加几千亿美元。而且你看他挑这日子是吧？2月14号无偿白送，还挺浪漫的，嘿嘿。所以总的来说这个中央汇金是中投的大头，它更像一个控股公司，或者有点像一个政策性银行这么个意思。而中投的另外2个子公司，中投海外和中投资本，才更感觉像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投资公司，就是去进行一些资产分配买一买什么债券、股票、房地产等等。这个中投它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海外投资其实不太顺利。你想它是07年成立的嘛，上来就投了什么黑石摩根士丹利这些海外的金融公司，结果金融海啸直接撞了个满怀，让他当时也收到了不少非议。不过后来呢，一点一点总算是走上了正轨。从2014年到2023年这10年，在海外的投资收益率达到了6.57%。现在呢，它资产分配的一个情况大概是这样的：1/3是公开市场的股票，16%的固收，另外48%在另类资产。你看，它有接近1半都在另类资产，可见真的是非常的另类。它定义的这个另类资产就包括像私募、对冲基金、房地产、基建等等。总之，这些投资呢，就是风险更大、流动性也更差的资产类型。其实我估计他为什么要投这么多流动性差的资产，和上期我们分析中东那些基金为什么爱投私募，应该原因差不多，主要就是为了隐私保护。这里据传有不少钱都是花在“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上，应该是在100亿美元这个数量级。我倒是零零散散的查到了一些中投这几年进行的一些投资，比如说收购一个俄罗斯的钾肥公司纽约买了栋楼什么的，这些可能也没什么可展开的。不过在他众多投资这么多名字里头有一个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名字我跟你说已经是我查这篇稿子的时候不知道是第4次还是第5次遇着，你知道是哪个公司吗？就是英国的希斯罗机场。这是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小发现这些主权基金都非常喜欢投资希斯罗机场。你看它的股东都有谁沙特的 PIF、卡塔尔投资局、新加坡的 GIC 中投，这个 CDPQ 其实是个加拿大的养老金，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养老金，是吧？就感觉各国的各种基金给它瓜分了的感觉。而且我跟你说，就在迪拜刚买了希斯罗机场之后阿布扎比心里也开始痒痒了。最近有传言说阿布扎比的基金也正在考虑积极购买它的股份。我就感觉你说希斯罗机场哪天要开个股东大会密谋点什么，就感觉能操控全球的金融市场。你说神奇不神奇？这个机场有什么魔力让全球的主权基金都为之疯狂？这个希斯罗机场确实它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不过这完全没法解释为什么大家都独独喜欢这个希斯罗机场。而且你要是单从财务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个希斯罗机场包括全球大部分机场它都不怎么赚钱。23年的净收入是5亿英镑，再加上比如疫情各种经济危机都会对它的收益产生不小的影响，它的收入波动还是挺厉害的，所以它的估值并不高，大概也就100亿美元左右。从财务投资的角度呢，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投资。我觉得它这么抢手的原因可能是很少有这种国际大机场它的股权是允许被公开卖给其他国家的，而且还是其他国家的主权基金。你看大部分知名的国际机场都是这个国家自己的政府国企或者至少是本国的公司持有。大家一看是吧，这个希斯罗居然拿出来卖了，反正也不贵，那我得赶紧上咱就把它给瓜分了。你看这个股权结构图是吧，整得跟个披萨饼似的，还挺平均。好，接下来咱们要公布的是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它的管理规模超过了1.8万亿美元。
你说挪威一个北欧的国家只有550万人口，它是怎么积累起来相当于 GDP 360%的财富呢？简单来说就是石油、天然气。1969年，挪威在北海发现了石油。虽然这个体量可能跟中东那些国家没法比，但在欧洲这些国家里头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2000年那会儿，大概每天能产300万桶石油，现在降下来一点，但每天也接近有200万桶。而且它的天然气储量也非常丰富，尤其是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它的天然气收入也开始暴涨，现在甚至已经超过了石油的收入，每年的能源总收入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所以你可别被它的名字给误导了哈，它虽然名字叫养老基金，但实际上它跟中东那些石油国家的主权基金类似，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化石能源，并不是大家所谓的那个养老金。你看搞笑不搞笑？一个因为化石能源积累起来的财富基金，名字叫养老基金，这就好像我家里养了个小狗，我给它起名叫猫咪。关键是哈，这可不是一般的猫咪，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狗。好，不开玩笑了哈，我们回来说这个挪威的养老金。这个基金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它的所有者跟咱们榜单上其他一些基金都不一样，它不是政府所有，也不是央行所有，而是挪威的人民所有。挪威的央行，也就是挪威银行，它有一个大概不到1000人的团队，专门去负责管理和投资这个基金，这样呢可以尽量去避免这个基金的一些政治属性。然后挪威政府呢帮助挪威的民众来代持，但也不能随便挪用里边的钱，所有的决策都得国会通过。所以简单来说，这支基金就是挪威人民所有，挪威政府代持，挪威央行管理，它大概是这么一个体系。挪威政府呢，每年会从这个基金里头取大概3%作为财政支出，这就相当于挪威政府每年20%的支出了。主要呢就是给挪威人民的福利支出。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能经常听说挪威这个社会福利非常好啊，大部分的医疗、教育全都是免费，父母加在一起有1整年的带薪产假等等吧。你说能支撑它有这么好的社会福利，很大的功劳都得归功于背后这个主权基金。那具体到它的投资风格、管理风格呢，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透明，极度的透明。这个就跟咱们之前说中东那些主权基金完全是反的，但是这个也符合它的特点，就是民众持有，透明呢就方便大家来监督，也方便我查资料。你要是去到它的官方网站，上面最醒目的地方就放着它实时更新的一个总市值，而且据它的 CEO 说，这个数据每秒钟要刷新13次。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每秒钟要刷新那么多次。它的官网上还有各种投资的统计分析，还有最原始的投资数据，人家都给你整理好一个 Excel 表格，你可以随便下载。他投资了哪些公司、什么类别、股权多少、估值多少，反正一五一十全都公开，毫无保留。而且你还会发现，他完全不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全都是上市公司。你说为什么？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私募它太不透明了，就容易藏污纳垢，所以挪威的国会压根儿就不让他投资私募。不得不说啊，这些北欧国家做事的风格那是真透明啊，该透露的信息，他告诉你。有的时候你觉得不用透露的信息，或者没有必要透露的信息，他也都全盘托出。前两天咱不是聊了一期丹麦的乐高吗？我其实就有这个感觉，明明人家没上市，出的这个年报比上市公司的还详细。来，咱来简单展开看看它的投资哈。它呢总共分4大类：股、债、房地产还有新能源基建。新能源基建虽然最近宣传的很厉害，但投资其实还很少，刚刚起步，总估值大概是20个亿，只占到了总资产的1/1000，所以可以基本忽略不计。地产项目总共投资了288亿美元，占1.8%，这个比例相对于其他的主权基金比也非常少。然后是债券占了26%，最后的大头就是剩下的所有全都是股票。你看这个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72%都投资在了股票，投资了8000多个公司。从市值来看，全球所有股票的1.5%都是这一个挪威基金持有。它在08年之前的时候，股票的占比大概是40%，但是后来08年之后的那段时间，他们也几乎是全世界最大的股票买家了。投资具体投了什么呢？总体来说就是分散。基本上它是不会以一个特别大的比例去持有某一家公司，或者去人为的干预这个公司的决策。它不会像 BlackRock 那种有的时候要进人家董事会，它不会，它就纯粹作为一个财务投资者，可以说就像摊煎饼一样，对吧？摊开了投。而从实际结果来看呢，它表现跟整体大盘也确实是差不多。所以要我说哈，它就有点像一个巨大的全球股票的 ETF。当然这个 ETF 咱们是买不了，虽然它口头上也说要找 alpha 要超额回报，但是你从实际行动上来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动投资的做法。它的优点呢，除了管理成本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舆论风险也低。你看我都这么摊开了投了，万一最后跌了，那是市场不好，你也不能赖我呀，对吧？我跟你说哈，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一点。很多那种主权基金，你想它掌管那么巨额的钱，万一出现一些超额亏损或者是决策失误，它是要受到非常大的舆论压力的。你就比如说新加坡的淡马锡，包括中投，其实都持续会有这种舆论压力。这个挪威基金，它从98年到现在平均的年化收益是6.3%，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如果你从长期投资的一个角度，长期来看的一个预期收益，我觉得大概在4%到7%这个区间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你可以心里大概有个数。当然，这个是全部的投资收益啊。如果说我们作为个人投资者的话，你还得分一部分，比如说给投资经理啊，对吧？那就还得再打个折。不过要我说哈，这个挪威基金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失误，我翻了半天它的投资，这里边竟然没有希斯罗机场。干嘛？来，最后咱们来说说美国啊。你看，特朗普在去年9月份演讲的时候就说了，他要成立一个最伟大的主权基金。果然，今年2月3号，特朗普一上任就签署了一个行政令，要正式建立一个美国的主权基金。而且我跟你说哈，这个项目是少有的，特朗普跟拜登都表示要支持的项目。首先，美国它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主权基金呢？说实话，一个主权基金，如果你用好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管是对于民众还是政府，它好处其实还是挺多的。首先，它真的就是躺着赚钱，对吧？你比如说新加坡、挪威，它只要拿出这个基金一小部分的收益，就已经是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了，这样就可以增加民众的福利，降低税收等等。其次呢，它还可以维持经济的稳定。你比如说像香港的外汇基金啊、中国外管局的基金、中投的汇金等等这些基金，可以说是各种国家队吧，它就可以帮助维持汇率的稳定，还有维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然后再其次，它还能投向海外，用最实打实的、最直接的财务投资去搅动全球的市场。我跟谁好啊？我想支持谁，对吧？我就多投你点钱。我要是不喜欢你，我就可以撤资。你看像沙特，它就可以威胁英国，你要不让我买纽卡斯尔，我就把投资给撤了。这个力度还是挺大的。那具体到美国呢？它行政令上其实就说了官方的目的。你看，第一点，促进财政的可持续性，减轻美国家庭和小企业的税收负担，说白了就是创收，对吧？对应刚刚我们说的第一点。然后呢，建立长期的经济安全，促进美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和战略的领导地位。哎，这个就对应我们说的第2点跟第3点。不过实际上哈，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这个第一点难度很大，因为说实话，美国其实已经有刹不住车的财政赤字了。你想想，他能有什么办法搞到这么多钱，然后还要减轻自己的财政压力？这就有点像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人，然后说我今天要成立一个庞大的基金。这样这个基金的利息和收益就可以帮我还债了，对吧？你这么一听，是不是感觉这里头是有一些逻辑漏洞的？当然了，美国确实不是一般的富豪，它确实有非常多优质的资产，融资能力也很强。但即便如此吧，市场上的普遍认为是财务收益并不是这个基金的主要目的。就算是它短期要实现起来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它更主要的目的大概率是第2个，就是促进美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现在逆全球化的经济周期里，你像美国、英国等等国家的政府就开始意识到这个国家有一个主权基金的好处了。它在国际市场上可以非常直接、非常直给的让这个政府的手伸得更长，抓得也更精准。更关键的是，其实还可以更隐秘、更低调的去操作。咱举个最直接的例子 ，TikTok 的事儿让美国非常头疼，也非常尴尬。特朗普就说了，我们的主权基金就可以把这个 TikTok 给买下来，省得这里边你又得跟法院纠缠，又得四处找人帮着买，对吧？好，你看我们说这个主权基金是吧？这儿也好，那儿也好。那你说美国联邦政府，它以前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主权基金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它没钱呀。虽然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这个经济过去几十年发展的很好，大家手里越来越有钱，但政府它手里没钱。其实咱现在梳理一下全球这10大主权基金，咱找找规律就很容易想明白了。你看他们财富的积累无非就2种情况，要么是那种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石油国家，短期内赚钱赚太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石油诅咒，就成立这么个基金。另一类呢，就是经常账户顺差或者贸易顺差的这种政府，通过服务、贸易、投资等等，不停的吸引外资的流入，积累的钱够多了，就成立这么个基金。这2种情况，不管是从哪一种，对这个经济体来看哈，它都是不停的在赚钱，赚其他国家的钱，然后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而美国呢，虽然它发达，它人均 GDP 高，但是它是属于持续性的贸易逆差、经常账户逆差，政府的债务也是在持续的扩大。它不管是从整个经济体，还是从它的联邦政府来看，都相当于是一个债务人，都是欠钱的。那正常情况下，你可想而知，它是没有办法自然的积累起来这个财富去成立一个基金的。既然政府手里没钱，你说特朗普他这次打算从哪儿搞几万亿美元来成立这个主权基金呢？其实他现在也没给出什么明确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也只能分析分析。你要搞钱，无非就4条路，要么赚，要么融，要么卖，要么印，是吧？这个印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了。虽然美国它能印钱，但是你要是这么明目张胆的自己印钱自己花，这个行为估计让美元的国际信用度就可以说是荡然无存了。
赚呢，咱刚才说了，可能性也不大。第一呢，就算你能赚，赚的其实非常慢，你得一点一点去积累。特朗普选举的时候倒是说了，他想通过关税去积累自己的主权基金，不过这个从短期来看，它不太现实，主要是美国的关税收入它太少了，或者是说这个基金需要的钱太多了。就算你疯狂的收关税，你要想积累个几万亿美元去成立主权基金，那估计特朗普都退休了。目前大家猜测啊，靠卖东西来钱是最大概率可能的一个选项。你看，行政令里其实也说了，联邦政府直接持有的就有5.7万亿美元的资产，还有潜在可能不计其数的自然资源资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也说了，可能通过变卖一些美国政府的资产作为资金来源。当然，具体你要卖什么，他也没说。大家猜测可能就是卖地呀、卖楼啊什么的，甚至有人调侃说他可能把什么阿拉斯加、夏威夷给卖了。当然，融资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你比如说政府发债，就像当年中国政府发债建立中投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要融资，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利率现在太高了。你看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超过了4%。还有一种融资方式呢，就是政府可以直接去拉投资，比如说我就去找马斯克这种富豪，或者 BlackRock 这种资管公司，人手里有的是钱，对吧？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反正现在是说呢，这个行政令发布90天之后，美国会再给一个详细的方案。到时候要是非常有意思的话，咱也可以再分析分析。好，我们用2期视频看了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你发现没有？咱们其实并不是单纯的猎奇，其实也是通过这些基金从侧面去了解各个政府的运作方式、投资逻辑，还有组织架构。而且你看了他们的投资方式之后，是不是也对自己的资产管理有了一层更深的领悟？再次感谢木木对本期视频的支持，感兴趣福利的小伙伴可以参考置顶评论。